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先生的《不与他人比较的生活方式》这本书。尽管我们知道与他人比较并不会让我们更加幸福，但有时候我们仍然会不自觉地这样做。看到别人的优点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羡慕或嫉妒；相反，看到别人的缺点时，我们可能会暗自感到高兴或自满。这种对他人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在人际关系中是很自然的。尽管优越感和自卑感都有其利弊，但总的来说，它们并不完全是负面的。然而，有时自卑感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我们在工作或创作中，经常会感到自卑，每一天的生活都感到沉重，对未来感到迷茫。本书详细介绍了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方法。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将嫉妒的力量转化为正能量，解释如何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方法；第二，行动会改变您的世界；第三，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与他人相处的3个技巧。首先，让我来解释第一部分，将嫉妒的力量转化为正能量，解释如何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方法。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他人进行各种比较，比如工作能力、知识、经验、学历、外表、性格、幸福感、爱好、财富、家庭关系等等。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经常会因为与他人比较而感到优越或自卑。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与他人比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只是因为与他人比较而感到幸福，那或许还好。然而，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有人比自己更优秀或取得更好成绩，我们就会感到自卑感和不幸。无论是在财富、工作还是外表方面，只要我们一直向上比较，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比较的越多，我们就越容易感到自卑和不幸。因此，与他人比较存在很大的弊端，这是个事实。那么，干脆不再与他人比较，这样就能轻松摆脱吗？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明显，为了生存，我们必须适应社会，而适应社会就意味着必须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判断社会所需的规则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无法避免与他人比较，因为在社会中生存，我们必须不断做出判断。因此，对于与他人比较是好还是坏，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太大意义。问题不在于与他人比较，而在于是否过度比较。过度比较会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心灵的不安或自我怀疑，也可能让我们感到骄傲自满，从而导致与周围人的关系恶化。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说过，人们天生就有优越感，优越感是想要胜过他人的欲望。当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时，就会产生优越感。相反，当我们觉得自己输给别人时，就会感到自卑感。当这种自卑感加重时，就会困扰我们的生活。正如阿德勒所言，与他人比较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因为强烈的自卑感而痛苦，或者因自卑而生活困难？健康的竞争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自由竞争促进了个人成长，推动了技术革新和独创思维的产生。相互比较和竞争并不是不好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卑感所产生的嫉妒情绪有2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指在感觉自己输给别人时产生的情绪，但这种输给别人的感觉往往会激发出一种想要战胜对手的积极心态，这是一种积极的嫉妒情绪。另一方面，嫉妒也是在感觉自己输给别人时产生的情绪，但这时候的心理更倾向于想要拉低对手，产生负面情绪，这种被称为消极的嫉妒情绪。因此，嫉妒并不总是坏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积极的嫉妒可以激发出自我提升的动力，而消极的嫉妒则会带来负面影响。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陷入了消极的嫉妒情绪。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我提升的心态，
不如说是一种想要拉低他人的丑陋情绪。消极嫉妒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成长，也会对周围人造成负面影响。与其沉湎于消极的嫉妒情绪中，不如将自卑感转化为积极的嫉妒情绪。举例来说，前面提到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就因身高矮小而闻名，然而他却将这种自卑感转化为了强大的动力，成为了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心理学家。与其通过身高竞争来摆脱自卑感，不如改变心态，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毕竟，在身高上的竞争中是无法逆转局面的。在这里被困于消极的嫉妒情绪，抱怨自己是个矮个子，沉湎于自我怀疑中是没有助于生活走向积极方向的。重要的是要感受到积极的嫉妒情绪，意识到即使个子矮，也有很多可以取得胜利的领域。转变自己的心态，将矮个子的自卑感转化为一种向上的动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要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就需要有所取舍，而不是一味的保守。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很多男性可能因为个子矮而认为自己不受女性欢迎，但实际上，即使个子矮，也有很多受女性欢迎的男性。通过努力工作来摆脱个子矮的自卑感，成为富有的人，提升时尚品味，保持整洁，培养自己的魅力，发现自己和他人都喜欢的爱好，这些都是可以提升自己魅力的方法。即使在身高竞争中，您可能无法击败个子高的人，但是如果您努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成就，那么您仍然有可能比个子高的人更受欢迎。那些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个子矮就抱怨自己无法吸引女性的人，很可能会因此一生都无法摆脱自己认为个子矮所带来的自卑感，过着心神不宁的生活。我们是容易产生自卑感的生物，但是我们能否将这种自卑感转化为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走向。当我们感到自卑感时，是否能够考虑尝试其他方式来取得胜利？这是将自卑感转化为能量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行动会改变您的世界。我将具体解释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技巧。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具体技巧包括：一、体验获胜的感觉；二、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或认知疗法；三、改变认为因为 A 所以导致 B 无法实现的思维模式。首先是技巧一，体验获胜的感觉。例如，一个不擅长运动的孩子在补习班努力学习后，取得了好成绩，他就会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这个例子表明，即使不擅长运动，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如果学习不行，那就试试音乐；如果还不行，就换个领域。相信自己一定能在某方面取得成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获胜体验，也能让人发生巨大变化。据说，日本大阪的教育委员在指导一所问题学校时，出了一些小学生都能计算的简单问题。乍一看，这些问题学生们可能会对这样简单的问题感到不满，但意外的是，他们都认真对待并解答了这些问题。孩子们不愿意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不擅长学习。但一旦给他们一道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会有信心去学习。据说，这个班级里原本最不守规矩的少年，做数学题的解题速度最快。他从那天起开始转变，开始了认真学习。当然，获胜的经历并不仅限于孩子们。当工作顺利进行时，我们会变得更有信心，变得更加积极。当我们有了漂亮的女朋友或英俊的男朋友时，我们的自我肯定感也会增强。即使是在地区的小型比赛中获胜，也会产生巨大的成就感。无论是什么样的经历，当我们获胜时，自卑感就会消失，我们会重新获得积极性。成功的一个方面会给自己带来信心，让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胜利。这种信心就是积极性的动力。因此，将自卑感转化为力量的第一个技巧是不回避竞争。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坚持做一件事，从中获得一个成功的经验，
接下来是第二个技巧，即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或认知疗法。例如，当看到被女性围绕着的朋友很受欢迎时，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女孩子的欢迎，甚至可能无法结婚。他们会倾向于往消极的方向想，但是变得悲观只会让思维变得狭窄，无法考虑其他可能性。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悲观。那么，如何才能过着乐观的生活呢？实际上很遗憾，现在的心理治疗界普遍认为，很难将悲观的性格转变为乐观的性格。也许有人看到这会觉得根本不可能了，但请放心，改变悲观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有方法的。其中一种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它不是改变悲观者的性格本身，而是改变悲观的思考方式。举例来说，在职场上喜欢一个女性，但可能会觉得即使有交往的愿望，也会认为自己告白后会被拒绝，因此就不敢去接近她。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强调了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例如，早晨遇见心仪的女性时，就轻松地打个招呼，即使只是对从未交谈过的女性说声早上好，也能获得一次小小的成功体验，这会增加自信心。随着继续保持问候，也许以后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虽然未来的发展不确定，但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性。如果陷入我做不到的悲观思维中，就无法前进一步。但是，通过采取行动，积累小小的成功体验，悲观的想法就会逐渐改变。此外，除了认知行为疗法外，还有认知疗法。在认知疗法中，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悲观的思维模式。例如，在考虑告白会被拒绝的情况下，也会想到还有其他可能性存在。虽然被拒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有被接受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从普通朋友开始，通过考虑各种可能性，可以摆脱悲观思维的束缚。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或认知疗法，虽然不能立即改变悲观的性格，但可以改变行为和思维方式。接下来是第三个技巧，改变认为因为 A 所以导致 B 无法实现的思维模式。例如，有人会说，我不像您那样擅长说话，所以无法在销售中取得好成绩。这种说法通常暗示着他们认为别无选择，这是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的。在这个例子中，将无法在销售中取得好成绩的原因归结为自己不擅长说话。但坦白说，这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不擅长说话，仍然有很多在销售方面表现出色的人存在。诚意的态度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有些人擅长凭借个人魅力或人格签订合同。如果坚持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对这种方法不擅长的人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有些人遇到公司打印机坏了就陷入困境，但有些人会立刻想到可以去便利店使用网络打印服务，因此能够迅速找到其他解决方案。如果能够思考是否有其他方法，保持灵活性，那么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在生活中，很多人会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不足做借口，比如我不擅长电脑操作，我没时间，我天生体弱等等。但这种自我设限只会导致问题无法解决，让人陷入自卑感中。因此，在面对问题时，培养灵活的思维至关重要。接下来是第三部分，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与他人相处的3个技巧。与他人相处的3个方面包括： 1. 不良的上下级关系的典型例； 2. 如何与情绪化的上司相处； 3. 与过于束缚的恋人或伴侣的相处方式。首先是第一点，不良的上下级关系的典型例。与他人进行比较，往往会导致人际关系恶化，这是很常见情况。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劣等感变成劣等情节是发生在成功的追求机制受到了阻碍时。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当你感觉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成功，或者没有任何能够胜过他人的优势时，就会产生自卑感。自卑感可能导致情绪障碍或抑郁症。因此，
在前面第二部分中，我们强调了通过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经验来克服这种情况。要获得自信并克服自卑情节，需要不断积累成功经验。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关系不良、上下级关系僵化的情况，比如在日本社会中就很常见。您身边是否有那种不管您说什么都否定的上司？或者您自己是否总是否定下属的建议？在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极端的压力，这种绝对的压力会使部下感到无法超越上司，从而产生自卑情节。克服自卑感的关键在于，下属需要拥有在某些方面超越上司的优势。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是相互保持优势，彼此在不同领域互补，从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部下可以通过在不同领域获得优势来培养自信，而上司则可以肯定部下的优势，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日本的商业社会中，抑郁和社交焦虑等心理疾病很普遍，甚至有些人因无法忍受而自杀。如果您是上司，那么应该努力给予部下信心，并且要注重部下的管理，让他们能够有信心。接下来是第二点，如何与情绪化的上司相处。我们总会遇到脾气不好或者易怒的人，对于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人来说，这样的人还算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是自己的上司总是情绪低落或者易怒，那就糟糕透了。虽然我们希望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但应该如何处理情绪化的上司呢？首先，经常情绪低落或者总是说别人坏话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得不到满足。简单来说，自尊心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当自尊心得到满足时，人就不会情绪低落或者攻击他人。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情绪化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身上，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通过攻击他人来维护自己。满足对方的自尊心是保持人际关系良好的有效方法。通过满足对方的自尊心，他们的情绪波动会平稳下来，也会减少无谓的攻击。具体来说，满足对方的自尊心有3种方法。首先，可以称赞对方或者关注对方。比如，当您称赞对方的领带很漂亮时，对方会感到开心而不会生气。又或者，当您注意到对方换了发型时，他会感到自己被关注到，从而满足了自尊心。其次，可以帮助对方消除焦虑。比如，当上司因为工作进展缓慢而感到焦虑或者愤怒时，您可以说：“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通宵工作，确保按时完成任务。”这样一来，他会感到您是一个可靠的下属，从而满足了自尊心。最后，可以表达对对方的共情。比如，当上司在工作或者家庭中遇到问题时，您可以说：“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我能理解您的痛苦。”通过这样的话，他会感到您能够理解他的困境，从而产生共鸣。这样一来，他会感到自己和您一样都是普通人，从而满足了自尊心。通过满足对方的自尊心，使对方感到被重视，并且增加自信，这样情绪化的上司也会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在购物时，店员会称赞我们的衣服很适合、很漂亮，这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自尊心，让我们更愉快地购物。实际上，受到称赞时并不会感到不舒服，对吧？虽然不必像店员那样明显，但我们应该尽量用言语间接满足对方的自尊心。接下来是第3点，与过于束缚的恋人或伴侣的相处方式。阿德勒认为，基本上人类具有共同体意识，即大家一起变得幸福的意识。作为个体，我们并没有像肉食动物那样的强大力量，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相互支持才能生存。因此，我们基本上都具有让大家一起幸福的共同体意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是追求优越性的生物。当我们感到自卑时，我们希望拥有比他人更出色的东西。阿德勒认为，我们的个性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共同体感觉强烈，同时对优越性追求强烈。他们希望在大家都幸福的同时，也提高个人价值，可以称之为社会活跃型。
第二种类型是共同体感觉较弱，但对优越性追求强烈。这种类型的人由于希望站在他人之上，从而变成支配型的人。第三种类型是共同体感觉强烈，但对优越性追求较弱。这种类型的人希望大家都幸福，但对个人胜负意识较弱，容易随波逐流。最后第四种类型的人是共同体意识较弱，对于优越性的追求也不强烈。他们既没有着大家一起幸福的意识，也不渴望站在别人之上，因此通常是比较缺乏活力，喜欢单独行动的类型。人类的个性可以归为上述4种类型之一，而过于束缚的恋人或伴侣通常属于第二种类型。第二种类型的人往往缺乏对大家一起幸福的意识，因此基本上具有对他人不信任的倾向。由于无法信任他人，他们常常试图限制对方的行动，以防止受到伤害。如果您的恋人或伴侣属于这种类型，实际上短期内改善他们性格的可能性很小。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提升社会地位或结交好友等方式来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可能会改变他们支配性的性格。麻烦的是，有些人在工作场所可能表现得很温顺，但在家里可能对配偶或孩子却很霸道。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在工作中他们输给了更强势的人，无法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所以在家里会试图对较弱的人来取得获胜感。试图在工作和家庭中取得平衡。束缚他人的人之所以变得支配性，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不满足，试图通过控制他人来获取优越感。因此，与这种人打交道的诀窍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要反抗，否则会导致他们变得更加支配。通过让他们感到受到尊重，并增强他们的自尊心，例如赞美他们、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消除不安等，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